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哦，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哦，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女的，长得蛮高，眼睛大大的？刚才我看到一个女的从那边跳下去了，可能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谢谢。太过分了，嘿嘿，你以为她真的有那么伟大，敢跳下去咩？无聊。小慧，小慧，游泳。没事吧？哎，大姐晶晶，三姐你回来了，你去哪里？好久没回来了，我们好想你。我很忙嘛，大姐。三姐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还有菜头粿，我拿给你吃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有事情要找大姐商量。哎，大姐，大姐啊，有事情我要跟你商量啊。商量？不是吧？一向来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吗？现在有什么事情需要到跟我商量啊？是这样子的，我最近想做一点投资，不过资金方面呢就缺少了那么一点，我想跟你借，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三姐啊，你要借多少？我借给你呀。我银行里啊还有8000块。 8000块怎么够呢？那你要多少？当然是越多越好了，这样子啊才可以赚到钱。大姐啊，你手头上有没有20-30万啊？啊？20-30万啊？就算你把我全身的肥油都榨到干干都没有啊！不可能的啊！我照你每个月收入计算，你的银行户口里啊至少70-80万呢。那么多啊！大姐常常说她没有钱的。你不要听她乱说啊！我是卖拿死人嘛，你以为我是开金矿？70-80万呢！我开一间店给你做，你赚给我看咯。大姐，我跟你借这笔钱又不是去花去赌，我这是拿来投资的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1块钱能赚5毛，你何必把钱放银行里呢？哇，1块钱赚5毛，那么划算啊！大姐啊！哎呀，不要再说了。不管是70-80万还是20-30万，
还是2、3万呢，我都没有。哎呦，大姐，上一次我已经失去一次赚钱的大好机会了，这次我不能再眼巴巴看着钱从我眼前溜走啊！那你借我这笔钱呢，我保证还给你的。没有钱了。不如这样子吧，我算银行利息给你。那现在银行定期存款是1.58%，我加1倍，3%怎么样？没有钱，没有钱。晶晶啊，她只有8000块啊，我一开口她都肯借给我了。你呢？左一句没钱，右一句没钱，你到底当不当我是姐妹的？我没有钱。你没钱，谁有钱啊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乞丐啊？即使不借钱给我，态度好一点行不行啊？三姐，不要这样啊，我们都是姐妹。什么姐妹啊？她有没有把我当成是姐妹啊？那你呢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你出去连个电话都不会打回来，更不要说踏进家门一步。谁说我没有回来啊？你连门都不开给我，怎么回啊？有这样的事吗？你问他好了。问我做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还要煮饭，要做生意的，你走开了，不要挡住我了。难道这间店我们这些姐妹没有贡献吗？我们以前放假的时候啊，全部跑在这里帮忙啊。你呢？赚到钱全部进你的私人户口，你什么时候有分一点好处给我们？现在家人有需要啊，你都不肯拿出来，我觉得你太自私，太绝情了。我现在没有死，你就想来分我的钱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觉得你太自私。自私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一家6口都对这间店、对这个家有贡献，就除了你呀。你睡得最多，吃的也是最多。你有没有洗过一次地？有没有洗过一件衣服？有没有煮过一顿饭？啊？为了一件小事情就可以拍拍屁股跑掉了，连家都懒得回来。现在为了钱，可以回来跟我大姐前啊大姐后，我不给你钱，马上就翻脸。到底是谁自私？是我还是你啊？是啊，我就是要离开，我不想回这个家，因为我不想看你这张脸。你以为他们真的听你的话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。三姐，不要吵了，我们都是姐妹。什么姐妹啊？他是在利用我们啊！他不只是吞了妈妈留给我们的钱，还利用我们增加他的财产。尤其是你呀，晶晶，你从早忙到晚，一个星期做足7天，1年只休息2天，初1跟初2。可是要给你多少钱？才500块钱啊！你问问看，全新加坡人还有谁拿500块钱的薪水？外地劳工也不只是这价钱啊！他在剥削你，在欺负你啊，把你当成是奴隶啊！你明白吗？连你的婚姻他也要控制。好啊，自己当完廉价劳工就把你嫁给鸡王，你不只是天天要帮他卖鸡饭，还要天天陪他上床让他搞啊！站住！你要钱是吗？妈妈死的时候留下了1800块钱，我们6个人，1个人300，你要分是吗？拿去！三姐，做梦做梦！你有什么好哭的？去做你的工。这个月的房费我已经交了，记得交水电费，还有跟屋主说一声房间的空调漏水。我走了。等等，你有些钱在我这里，我没时间去取钱了，开张支票给你吧。不用了，这是你的，没有这样多。拿去吧，这是你的。我你跟着我不会有幸福的。不，再见。
我去我姐妹那边住2天，安顿好了再给你电话。不好，为什么？种族就是不好啊。那我总要有地方住啊。那你跟着我。去你那边啊？嗯。不好。反对无效，我就是要你跟着我。你很不讲理嘞。我就是不讲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我当然能怎么样啊！我就是不听你的，不跟你走，你奈我何？谢谢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荷兰村。去红帽桥。荷兰村。不是去红帽桥。荷兰村。喂，你真的很不讲理嘞。小慧，我任你怎么样处罚都行，就是不想让你再离开我了。对不起，昂哥，荷兰村。店名香桂1个，豆奶1杯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史蒂芬肖在早盘闭市后宣布收购立森的谈判破裂。下午开市时，立森的股票肯定会狂跌。早盘闭市价是11块3毛，这1-2天会掉到7块左右。安迪，给我1个面煎糕，1杯豆奶，谢谢。等到立森跌到6块8左右，我们再进场。到时，如果滴滴班以9块钱收购的话，我们也能赚一大笔。既然 Steven Xiao 已经宣布收购失败，怎么可能再进行收购？这就是《易经》所说的“数中有数，数中有数，阴阳变理机在其中，机不可设，设则不中”。你数来数去，你到底数什么？我真的听不懂啊！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中崭露头角，就一定要熟读36纪《孙子兵法》《易经》，因为不管时代怎么在变，人的本质不会变，大家都在为争取利益、击败对手而战。这个山遁道其实就像一个战场，只不过没有战鼓喧天、血流成河罢了。那你到底看透了什么？不管是在商场还是在战场，整个过程都是变化多端的，而战略家就是用计的权威，对任何问题解决方案都不止一个。用哪一种方案取决于战略家。这次指挥布局的是史蒂芬肖，这个人老谋深算，而且不会轻易放弃。我推测，这次他也绝不会轻易放弃立森的，而是让立森在股市中降温，接着再联合香港的安达银行再次出击瓜分立森。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推测呢？因为我留意到史蒂芬肖最近频频飞往香港。而且，现任安达银行的总裁曾经在滴滴 Bank 也当过总裁，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我相信你的分析，只可惜我没有那么多钱买进立森股票。老实说，我也没有那么多钱。说来说去，那还不是纸上谈兵？不，我们不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失去机会。这一次，我准备用36计中的第26计。抠梁换柱，不过这一计非你跟我合作不可。你愿意跟我合作吗？杨家兄弟，精神奕奕，齐心协力，共创佳绩。杨家兄弟。精神奕奕，齐心协力。嗨，早。来，杨家兄弟，精神奕奕，齐心协力，共创佳绩。来，打起精神来！1、2、3，杨家兄弟，精神奕奕，齐心协力，共创佳绩。杨家兄弟，精神奕奕，齐心协力。共创佳绩，杨家兄弟，精神奕奕，齐心协力。杨家三剑客虽然是构建，但是还是蛮团结的。我们这边呢，唉，比起这死太监，
这做大姐真的是失败了。不知不觉已经吃了一大半了，下午还要去看心理医生哦。不可以了，不可以再吃了。杨家店，所向无敌，谁与争锋？耶！哎，小婉，我已经决定了要去参加手贴车比赛。什么手贴车？就是把手贴在车那边喽，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可以离开，每6个小时只能休息5分钟嘞。谁贴的最久就可以赢取6万元的轿车。我要向你证明我的耐力。吃饱饭没事做啊？都是你咯，每次怀疑我的诚意。老师说我对你别有企图，不肯接受我的爱，所以啊，我要用行动向你证明。你要证明就去证明个够吧，我才不会像你这样发神经啊！小婉，你一定要为我加油，我需要你的支持。你还是爱我的。那你可以把衣服放在这里，这张床让你睡，我拿一张折贴床进来。你怎么了？如果你怕人家闲言闲语，我就到外面睡吧。我怕蛇、怕虎、怕鬼，就是不怕别人说闲话。那太好了，那你得答应我，不要偷偷的跑掉。不用我跑啊，你的姐姐们也会把我轰出去的。他们不会的，他们会宰了你的。我有权利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他们必须尊重我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放心吧，我大姐看起来好像很凶，不过呢，她心里的确很善良，你很快就会喜欢她的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住不惯，我们可以一起搬出去。我们？你跟我走啊？是啊。别傻乎乎的，我把你拿去卖掉。好啊，我这个样子应该还能卖不错的价钱。不过，你不觉得太可惜吗？不要脸啊！大姐，你看女人的鞋子，有什么奇怪？屋子里都是女人呢。可是这双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不是二姐，也不是柔柔的。喂，不要偷看啊！大姐，你没有听到？嘘。喂。大姐，你是不是以为姐夫带女人回家？哦。喂，我。洋洋。小弟啊，你真的要跟他同居啊？你们现在这些人就是这样，怎么这样不负责任呢？随随便便就把一个女人带回家，随随便便就说要跟人家住在一起，太不像话了。大姐，我不是随随便便的，我这一生都要跟小慧在一起。我爱她，我要给她幸福，所以，请您也接受她吧。你又怎么知道你不是一厢情愿？你爱人家，人家爱你吗？小弟，大姐说的对，你真的要小心，不要像我以前那么笨，给人骗了都不知道。那你看，连晶晶都会学乖了。你不要搞到最后人财两空了，到时你要哭啊，都哭不出眼泪来。不会的。洋洋对我是真心的，我绝对不会虚情假意。如果我别有用心，想要欺骗他、隐瞒他，那就让我不得好死。小慧，
哎呀，我真的是没有眼睛看啊！我要去看医生了。晶晶，你煮饭，我得叫医生帮我量量血压，给你们气到爆血管了。看心理医生也要打针了，思婷，哎，思婷，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下班了？我请了私家侦探调查你，这次你跑不掉了。思婷什么时候跟诺文变得那么熟的？思婷，别玩了。你说我们像男女朋友吗？当然不像了。如果我早婚的话，你都可以当我女儿了。那你相信不相信？我现在跟一个比你大30岁的男人同居。你家人知道吗？你说我会让他们知道吗？那婉婉呢？他，我从来没有考虑到他。你有什么看法啊？其实不管他大你10岁也好，20岁也好，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，没有人可以干涉你们的。他很有钱，跟他在一起，我可以过很舒服、很享受的日子。但是，你爱他吗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老实说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跟一个比我大那么多岁的男人住在一起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迷惑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？不过，后来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因为我的遗传基因在作祟。我亲生母亲是一个很随便的女人，17岁就出来胡搞，生下了我，再把我丢掉，一点都不觉得羞耻。就像我现在，一点羞耻感也没有。所以，我基本上是个很放荡的女人，因为我有那样的遗传。这么一想，就什么都不奇怪了。不要这样说你母亲，这对她很不公平的。其实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都会做错一些事，我们一定要给他机会改过的。但是，做错了就必须付出代价，对吗？其实我觉得，这20多年来，他眼看着自己女儿一天天的长大，而不能跟她在一起，已经是很大的惩罚了。是吗？其实，他日子过得很好啊，你没看到他吃那么胖吗？其实婉婉她，不要提他了。真难以想象，我竟然会跟你说出我的秘密。你有什么劝告啊，爸爸朋友？爸爸朋友。对啊，你刚才不是说，如果你早婚，我可以当你的女儿？可是你又是我的朋友。所以是爸爸朋友。好，就让我这个爸爸朋友劝你一句：不要浪费年轻的生命，你应该去寻找你的真爱。可是，真能找到真爱吗？让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：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，是你真正爱的吗？而你真正爱的人，你会不会一样的爱你呢？比如说，我现在跟你说，我爱你。自从在医院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。
爱我吗？思婷。真想有个人好好爱我。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，我真的是看错你了。我不怪你大姐，其实啊，不止你大姐对我印象不好，有很多人呢，对我们这些中国来的女孩子呢，都印象很差。不过一颗老鼠屎画了一锅汤，你不能一竹竿打翻全船人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来这边呢，也是讨生活啊，可是就是有很多人看我们不顺眼。我们呢也知道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冤家少座山。可是有时候人家欺负到你头上来，你不得不给他眼色看，这个叫一报还一报，你不能睁着眼白白让人家欺负啊！干嘛？我脸上有面粉呢？不是啦，我只是觉得你说话很有意思，好像说话的时候不用想的。如果我可以像你一样这么会说话，那就好了。像我有什么好的？我这张嘴啊，是跟别人吵架磨出来的。你们新加坡女孩啊，才叫好，文文静静的，男孩子喜欢呐。怎么会呢？小弟不是很喜欢你喽？他是个傻小子，不过傻得可爱。我只是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啊，委屈了他。为什么？我比他大，又比他滑头啊。那你爱不爱他？不爱能在一起吗？我听洋洋说你也快要结婚啦，那你一定也是爱那个人才嫁给他的。怎么了？你不爱他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没有那种 feeling 哦。feeling 是什么？哦，感觉啊。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跟他接过吻？接吻的时候感觉最真了。如果你的脸烧烧的，心蹦蹦跳，那个就是爱了。哎，你都快要跟他结婚了，不要说你们没有接过吻呢。他有要，可是我没有答应他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那种 feeling 哦，而且他牙齿黄黄的。那你们结婚后怎么洞房花烛夜啊？我不知道。傻丫头，这样的人呢是嫁不得的。你快去跟他说，马上取消婚约，你不嫁了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婚纱定了，酒席定了，一切都定了，我一定要嫁的。哎呀，早知道就不要跟你说了。你不要告诉我大姐，你答应我不要告诉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会说的。他们回来了，你不要说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。二姐，姐夫。哎，晶晶啊，今天煮些什么那么香？今天不是我煮，是小弟女朋友下厨，她说要煮面给我们吃。哦。二姐啊，你知道小弟的事吗？大姐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。大姐会说什么？大姐都说不过他，他说话可厉害呢。他终于遇到颗星了吧？二姐、二姐夫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哦，记得。怎么好意思让你下厨呢？哎，没关系的，一家人干嘛分那么清楚嘛？二姐啊，以后有事尽管叫我帮忙，一家人不分彼此的，只怕到时候我帮不上你的忙，还给你添乱。哦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对不起啊，那我先把面给切了。那你去忙你的吧。哇塞，真的很厉害说话。啊，喂，请问苏豪在吗？2天没回公司了。哦，那没关系，谢谢你哦。哦，喂，月萍姐啊，我是玲玲，阿豪他在吗？有啊，我有打他的手机，可是他没有接听我电话。
哦，不是啦，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他。不如你跟他说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打个电话给我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哦。打电话给谁啊？哦，打给以前银行的同事，叫他们来光顾 YY 茶。怎么那么久没有看到那个刘连连呢？哎呀，你不要在人家背后这样叫他好不好？他以前不是每一天都到店里来一趟的吗？怕我们偷吃钱吗？怎么最近连个鬼影都不见了？人家生意多，可能忙不过来呢。你不要以为他生意多，每一个生意都做得好。我在他的脚底按摩店做过，我是最清楚的。他每一个月都在亏钱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最好是小心看这店里面的钱，不要被他滚走。哎呀，你胡说什么？要不是阿豪把那个 YY 茶店让给我们做，你少来这一套。要不是你每天去那边歪歪屁股、歪歪嘴巴，撑着这个生意，这间店早就关门大吉了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店里面的钱是不是已经被他滚走了？没有啦，你不要乱猜疑了啦。找他找得那么急，又不敢让我知道。哎，豪哥，你怎么那么多天没来了？哦，我出国了。玲玲不知道你出国吗？还是在找你？我没有跟他讲，他找我很急咩？是啊，像要跟你算账一样。算账？算什么账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可是他说，如果你有来到店里的话，就打电话给他。不用，我只是来看一看而已。有东西给我签吗？有几张支票需要你签，还有一些文件也需要你签。好，我自己看好了，你去忙你的。哦 ，OK。阿豪，你在干嘛？干嘛？丽丽，你听我说，其实我很喜欢你的。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什么东西错了？没事，我是说我的错，你忙你的哈。他一直在找我，当然是找我算账啊。到店里查一查账，就知道这个王八蛋有没有吞掉钱。没想到10几20年的朋友，这样就没得做了。当然是没得做了。大华，有事你慢慢说哈，有事你慢慢说啊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不要跑！我没跑。我没有跑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这个人不能够信任。玲玲她不相信。好，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吧？其实呢，我也知道我这样做是不应该的，我对不起玲玲，你更对不起我。对，我也对不起你，我该死，我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的，我是一时控制不了我自己的。哼，你在讲什么屁话？你控制不了你自己。好，我今天就控制不了我自己，要打你。不要打我！喂 ，Candy 啊，什么事啊？你快点来啊！你老公好像跟豪哥打起来了。哦，好，我现在过来。我相信你不止做了1次，告诉我你到底做了几次？那天是第1次，不过我澄清啊，我只是抱他的脚而已。什么？还有摸他几下而已，然后其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了。你竟然抱我老婆的脚，还摸她几下？你不知道的咩？我现在知道了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竟然敢非礼我老婆！我早就看穿你这个王八蛋想搞我老婆。哼，你怎么会那么好死，想跟玲玲做生意？我说啊，你早有安排。你这个王八蛋，看我今天不把你打成肉饼！你不要这样啊！我当时也只是一只鬼迷心窍而已。对，鬼，你是鬼，你是一只傻
诉我？那个乌龟王八蛋他非礼你，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？啊？好，我现在要马上报警，让他坐牢打鞭。Candy， 你先关店，然后回家。哎，干嘛？算了啦。算了，人家非礼了你，你还不出声。如果刚才我不是掏出他的话，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了，白白当了乌龟王八蛋。你说话不要这样难听，大家都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算了啦。算了算了，你什么都算了，简直笨得像猪一样啊！如果你给人家强奸了，会不会算了呢？你不要再说啦，我相信阿豪的心里也是很难受的。啊，你在说屁话！现在人家可是非礼了你，你还替他着想啊！我真是没有看过像你这样笨的人啊！让开，不要阻止我报警！你打吧，就算你报了警，我也不会承认阿豪非礼我的。你的神经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哦，我知道，你现在被他非礼，你的内心反而是很开心，对吗？你的内心一直希望他对你有所行动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事情发生了，你还静悄悄的没有告诉我，甚至一直打电话找他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我早就怀疑你跟他有路了，要不然每次我骂他的时候，你总是听他说话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绝对不会当这个乌龟王八蛋的，我要跟你离婚！哼！怎么可能？阿豪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？来，香嫂，你是看着阿豪长大的，阿豪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一定要他们还给阿豪一个公道的。什么事啊？那个莫玲玲的老公说我们阿豪非礼他老婆，还追着他当街打，弄到全世界人都知道了。有没有搞错？他老婆长得丑八怪的。哎，我看是他非礼阿豪才是真的。就是嘛，全海南村的人有谁不知道那个莫玲玲嘴巴又大，身材像个洗衣板，有谁有兴趣非礼她？真是开玩笑啊！哎，姓莫的人那么阴险，不知道是不是要搞些什么把戏了？什么把戏？抢钱再抢店。怪不得。阿豪，你怎么了？哦，你们这么早回来啊？你的脸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给蚊子叮了，很痒。蚊子叮？哎呀，打到火把开了，太过分了！你看，他们怎么可以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？眼睛打瞎了怎么办？姓莫的真是岂有此理呀！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全荷兰村的人都知道你非礼莫玲玲啊！我早就劝你了，叫你不要信任那帮人，你就是不听，还把好好一间店交给他们做。现在这对夫妻一定是看到赚钱，想要独吞，所以诬赖你非礼他老婆，要弄到你身败名裂啊！对了，接下来就是要你把店作为赔偿，要不然告你上法庭啊！我的事情你们不要管，可以吗？喂，你要搞清楚啊！现在不只是你的事，也是我的事啊！让荷兰村的人知道我弟弟去非礼那么一个丑八怪，你要我这个姐姐的脸往哪搁啊？哎，对了，再说我今年是中研会新卤主了，难免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嘛。我跟你说，一个人名誉很重要的。你们看电视那些政治家整天把人告上法庭什么诽谤名誉的，哎，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名誉嘛。对呀，我们要他们登报道歉，还你一个清白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也要告他。好 ，OK， 我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，你们两个不要插手了，可以吗？快烦死了！喂，那现在怎么样？哦，就这样算了？当然不能啦！杀人莫家讨公道吗？男人呢都不能信任的。原本以为这个苏豪这个人还不错，没有想到他却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！这些男人呢，一个个都不能信任。就是咯，我早就提醒他了，这个姓苏的他根本就是存心不良，
他就是不听，这种男人怎么可以信任呢？你也是，你还不是瞒着玲玲去搞那个大木瓜？哎呀，大姐，这是过去的事了，你还提？我现在可是受害者，老婆被人家非礼了，你还这样骂我？我不骂你骂谁啊？你老婆被人家非礼，你还要跟她离婚呢？你还是不是人啊你？我想报警，他不肯啊，所以我才会怀疑的。怀疑什么？你整天只会怀疑你老婆在外面偷情啊！哎呀，他这样子维护那个姓苏的，我不怀疑都是假啦。为什么不让我报警呢？明明都已经被非礼了，还默默不出声，那不是很便宜那个王八蛋吗？哼，玲玲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不让你老公报警？喂，你是警察，为什么一声不吭呢？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二姐都不说话了。是谁啊？想拆屋子啊？你们什么事？什么事找你们姓莫的人算账？哇，你还敢找上门来啊？哎，听到打老板看嘞！啊，躲在这里，出来！谁说我躲啊？姐夫，我为什么要躲啊？我就算打死了那个姓苏的，我也不需要躲。哎，你不要跟我比一比啊！你有拳头，我就没有拳头啊！我是警察，大家给我冷静一点。好啊，你是警察，赶快抓他！他不止把我弟弟打到欧巴卡，还说我弟弟非礼他老婆。这件事情弄得全荷兰村的人都知道，那这样我弟弟以后怎么去见人呢？他当然没有脸见人啊，现在是非礼人呢，还有什么脸见人？死肥婆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！莫玲玲，你在这里最好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弟弟怎么非礼你？他在哪里非礼你？又非礼你在哪里呀？你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好吗？现在冤枉人，怕人家知道啊！莫玲玲，你现在说清楚啊，要不然的话你会冤枉我弟弟的啊！你说啊！哼，书豪借口说要给玲玲做脚底按摩，把她带回家去，跟她做脚底按摩是假的，想要非礼她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很奇怪啊！一个女人无端端跑上一个男人的家里去。我说啊，可能是猴性出墙啊！被人拆穿了吗？就反咬人一口。不要说我嘴巴衰啊，有些女人啊就是这么烂的啦，见到男人啊就送上门去，单身的也上，结婚的也上。哎，对，这男人就行。哎，气死我！姐，你不要管他们了，你们走吧。走吧，咱们走啊！哎，没这么容易的，你们不解决这事情的话，我们不会罢休，不会走。对啊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唉，今天啊，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小薇，调查人是用的，怎么大姐回事？哎，让他说。贼喊捉贼啊，通常呢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那些贼啊，还会叫得更加大声，让人家觉得他们不是贼。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很难分辨是非不明的。我认得了，你才是贼呀！清新的空气，终于能再次呼吸。深深的相信，战争有一天会平息。脑海里总想起，像空气快飞起，飞在天空里，享受难得的自己。眼前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可理喻，放下你的忧虑，跟随着我的节拍。只要你心有爱，总有一天你会喝彩。渐渐地看见你，放不下，要继续。得注意。 5, 4, 3, 2, 1, don't say you love me。用你的身体带出舞步与我练习。Come and shake with me。 熟悉的声音，让我和你步行连曲。Show your love to me， 跳动的身体。